这是一台10几万的网线测试工具，本期它就是主角。我现在身处某个项目中，由于甲方对线缆要求极高，要求网线达到福禄克的测试标准，所以喊我们第三方过来检测一下，看看这些网线是否都合格。所以我要用到这个设备。大伙觉得这个机柜的网线做得很不错吧？可惜不是我做的，但是一会儿我要挑它的毛病。如果我测试不通过的话，那么这些网线就要拆掉重做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先开始测试这条跳线，看看它各项指标是否符合福禄克测试标准。因为测试的过程中，我需要这条网线，如果这条线本身就不合格的话，那么后面的测试就没有意义了。经过测试，这条线是通过福禄克测试的。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网线的一些详细信息，比如网线长度1米。然后我们再看看网线的电阻怎么样，电阻有点不统一，看来这网线多少有点掺杂。我们再看看它的传播延迟是多少，只有5纳秒。很多人不知道纳秒意味着什么，给大伙一个参考吧。1秒等于11个纳秒。就在你听完这句话的时候，几十亿纳秒又过去了，可想而知5纳秒是什么概念。至于其他参数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总之这条线是符合福禄克测试标准的。好了，我们就开始测试吧。我们首先测试 B1-EF-D01 编号线，它是负责骗线架跳网交换机的线。经过了测试，它也是通过福禄克标准的。然后我就把这条线接回了配线架，然后我再去这编号的另一端测试一下，看看这网线从机房到终端是否符合福禄克的标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找寻，我找到了它另一端，于是我就用网线接上去。没想到的是，我回来一看，这网线居然不通。项目上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挺少见的。后面拆开面板才发现，里面的模块居然没有打上。然后我和乙方说了下这种情况，然后又开始测试下一个了。原为这个过程很顺利，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当我测试第2个的时候，发现线虽然通了，但是没有通过福禄克测试。然后我又测试了第3个，结果还是没有通过福禄克测试。这下我就有点不好的预感了，该不会这些网线全部都无法经过福禄克测试吧？后面你们猜怎么着吧？我这个嘴就跟开了光一样，后面真的测了10几条，没有一条是通过的。乙方看我这么一测，心里慌了一批呀，赶紧重新打模块，打算让我再试一下。我等他打完模块后，我再试了一下，测试结果依旧是不通过。这就没办法了，这10几万的设备总不会说假话吧？后面乙方只好把机房的配线架挨个拆出来检查一遍。当时我也确定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但是设备就是测试不通过，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宣布这个机柜的全部网线都要返工了。然后我又去了另一个机房，这里的网线很少，基本都是光纤。我师傅正好在这里测试光纤是否合格。起初他测试的过程，我打算拍摄在内的，但是我怕我拍摄会影响到他工作，而且这些镜头大多数人是看不懂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往下拍了。好了，接着讲我怎么测试这里的网线吧。我把网线两端都接上了设备，没想到这里才刚刚开始，就显示网线7号芯有问题了。我以为网线那头没有压紧，打算过去看一下，结果发现这7号芯居然还是断的，而且它旁边5号芯的皮也破了。这种别说福禄克测试了，连千兆都上不去。我把这事反馈给乙方后，又开始测试第2个了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第2个依旧是没有通过测试。你们是不知道，当时乙方那个脸拉得老长了，后面测的那些网线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。由于太多网线没有通过测试，所以本次测试就终止了。我们回去的时候，乙方让我们把网线和模块都带回去，帮忙测试一下，看看是网线问题还是模块问题。我们回去剪了一段网线，两端都打了模块试了一下，但是结果还是无法通过。后面我们又试了一下带回来的蓝色线，也把两端打上模块后，没想到测试依旧也是没有通过的。看来这个福禄克还是挺严格的，我们把模块打得多标准都无法通过。后面我们在 DX 分析仪里面查看了下原因，上面显示网线全长是 1.5米，在 9.6米的位置数值过大。对呀，我们的跳线总长2米，11.5减去9.6，不正是跳线的长度吗？看来是网络模块不符合福禄克标准。后面我们不要模块，直接给网线打上水龙头试一下，但是你们猜怎么着吧？依旧测试不通过不说，整条线的数值波动特别的厉害，尤其是在 17.3 米处。当时我在想的是不是网线缠绕在一起的缘故，于是我就把网线给拉伸开，
你们猜怎么着吧？我们把网线拉直了，结果就通过测试了。当时蓝色线还上了模块，那时候我们就在想，是不是网线缠在一起产生了什么串扰，导致无法通过测试。然后我们就把蓝色线拉直了，再试一下。结果还是没有通过。我们看了下 DX 分析，还是在2米处，导致无法测试通过。后面我们把蓝色线也都打了寻头，试一下蓝色线合不合格。蓝色线是可以通过测试的。后面我又把蓝色线捆起来，再测试一遍，看看会发生怎么样。结果发现蓝色线不管怎么折腾都是可以通过的，但这个黑色线就不行，必须要拉直，一圈起来就马上不能通过了。知道是模块的原因后，我们又试了好几种模块，没想到打脸的是，就连我们的几种模块也是无法通过测试的。后面我们就把图片和测试结果发给厂家看，厂家看了我们打的模块，就给我发来一张照片，说我们这样打模块是不对的，要按照他这样打。但打过配线架的人都知道，要把两边的多余的线给剪掉，不然只会更加的不合格。问题是当时我们居然半信半疑的去做了，测试结果可想而知，压根就无法通过。我当时就感觉厂家把我们当成傻子了。后面我把这事告诉了乙方，乙方就直接把模块给剪了，给网线打上了水银头，验证下我们的说法对不对。后面打上水银头后再测试，结果是通过的。至于后面就是乙方和厂家的事了，项目的故事真心看点不多，所以我是很少做这种的。但下一期就很有趣了，就3个医院跑路的后续，你们懂的。